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数字美食频道。今儿老高给大伙聊一部2025最新的泰国电影，这片子堪称年度最抽象，既是爆笑动作片，有带点泰国版抗日神剧的味，盗匪团手撕鬼子，硬刚枪林弹雨，还搅和着一堆感情纠葛，看完保准你又笑又上头。片子一开场，背景音乐一响，男主高华就带着小弟们杀疯了。这群人是专业盗匪团，分工明确到离谱，爆破只是入门操作，小斧头一扔，2条人命轻松拿下。更神的是，他们跟开了防娼结界，是的，不管是枪林弹雨还是刀光剑影，连点油皮都擦不破，反倒是对面的鬼子，转眼就倒了一大片。打完仗，高华还不忘正事，吩咐小弟把物资分给乡亲们。这盗匪团倒有点侠盗的意思。回了基地，画风突然软下来，高华亲自下厨做小黄鱼，小弟阿忠一口就被鱼刺卡了嗓子。暗恋阿忠的亚达赶紧上前照顾，可旁边的阿东盯着亚达，眼神里全是喜欢。四角恋的苗头就这么冒出来了。不过这都不算关键，小弟蒙特突然扔来个重磅消息，从战利品里翻出张路线图，鬼子要用水车把一批重要货物从泰国运去马来亚，再转去新加坡。高华一伙一合计，这趟活必须接。可打开装情报的箱子一看，里面竟是警长卢旺的资料。卧底计划安排上。高华最恨腐败警察，一提到这就想起蒙特他爹的事儿。当年蒙特他爹被警察打死，临死前明明说有重要话讲，结果光没个正经。这一货高华憋了好多年，这边还没捋清楚，那边阿忠见了卢旺的女儿春鹏，直接一见钟情。好家伙，卧底还没开始，感情线先乱了套。蒙特去偷听卢旺和鬼子谈话，没忍住抽抽噎噎，差点被发现，俩人仗着闪避快才逃出来，可也受了不少罪。这老高的插一句，高华和卢旺是老冤家，当年卢旺结婚，高华直接把新娘春蝉抢走了，后来高华成了盗匪，也全是卢旺算计的结果。现在春蝉怀着孕，还得天天担心高华，街上贴满了通缉他的告示。春蝉劝他收手，高华偏不听，春蝉偷偷求家里帮忙撤通缉。他爹说卢旺还爱着他，让他周日带高华去火车站，结果这是卢旺设的局。春蝉被绑走，高华被按在地上，这段看得我直攥拳头。还好没过多久，高华和蒙特救了春鹏。这姑娘刚学开车，连刹车和油门都分不清，把高华的脸折腾得黢黑。可也因这救命之恩，高华化身诈叔，跟蒙特一起留在卢旺家帮工。聊着聊着才知道，高华和春蝉当年约定，要是生女儿就叫春鹏，这不巧了吗？另一边，阿忠和春鹏的感情突飞猛进，阿忠还跟春鹏说了身世，爸妈早逝，他和亚达、阿东、蒙特4个孤儿被人贩子拐走，是高华救了他们，代打他们，还教他们武功自保。春蝉当年对他们也特别好，常夸亚达是最漂亮的姑娘，现在加上春蝉，这四角恋更乱了。春鹏是真喜欢阿忠，俩人还交换了定情信物，亚达看在眼里，心都快碎了。阿东急了，找阿忠摊牌，说自己爱亚达，亚达爱阿忠，让阿忠给个整话。结果阿忠说亚达知道自己只把他当妹妹，这话直接把阿东气炸。这边感情没理顺，鬼子那边又出事，新来了个中屯将军，武功高到能把飞虫砍成2截，还对春蝉一见钟情，比卢旺赶紧弄死高华一伙。高华满脑子都是春蝉，总回忆俩人当年在海滩过的好日子。春鹏却说春蝉在马来亚谈生意，下周才回。蒙特嘴快，补了句春蝉现在跟卢旺在一起，还有个漂亮女儿。高华一听，更想找卢旺算账了。他还想起当年被囚禁，是阿忠他们用狂奔的猛牛拽飞监狱窗户才救了他，后来东躲西藏，就再也没见过春蝉。哪知道他竟跟卢旺走到了一起。后来春蝉真的出现了，高华紧张的直接把头埋进泥土里，这不就是近乡情更切吗？他赶紧带蒙特辞职，临走前给春鹏留了把斧头，让他转交给春蝉。春鹏一拿给春蝉，春蝉看到斧头手柄上自己刻的首字母，当场就哭疯了。这斧头原来是俩人当年的定情信物。亚达劝阿忠放弃春鹏，说盗匪和贵族小姐根本不般配。高华也这么劝，可阿忠就是放不下，还跟亚达发了火。亚达伤心，跟阿东借酒消愁。阿东趁机表白，亚达以为是醉话，结果阿东直接强吻他。亚达气到喊，就算你是地球最后一个男人，我也不跟你。阿东更急了，又要强行抱他，还好高华及时赶到制止，怒斥阿东满脑子下流想法，让他赶紧滚。阿东负气骑着马走了。没过多久，
中村逼卢旺带老婆女儿坐火车去马来亚，还看中了春鹏。春鹏一拒绝就被威胁，阿忠打晕酒馆老板，套一群醉鬼子的话，才知道之前说的重要货物其实是鬼子搜刮来的黄金。可他不知道，这根本是鬼子设的局，就等高华一伙上钩。高华这边刚弄到枪弹炸药，春鹏突然跑来告诉阿忠，他们一家明天要跟鬼子一起坐火车去马来亚。高华一听，赶紧改了作战计划，既要抢黄金，也要跟卢旺了断恩怨。第二天火车刚进山谷，高华让老杜奏乐打掩护，自己偷偷跳上火车，假扮成日本士兵。结果没一会儿就被人发现胡子是画的，还好他反应快，当场把人打晕。阿忠也跳上车找黄金车厢，差点送了命。蒙特带着人在龙迪本火车站前的山顶等着，只要高华他们救出春蝉、春鹏就发现炮弹，让蒙特引爆提前准备好的炸弹。至于亚达，因为阿东走了没回来，只能一个人带队去包抄火车，拖延时间帮高华他们找黄金。战斗一打响，双方都没留手，车厢上的鬼子很快落了下风。可打开他们守卫的车厢一看，空的。高华立马察觉不对，同一时间鬼子反过来围堵亚达他们。更糟的是，阿东竟然倒戈去了鬼子那边。亚达看傻了，直呼他是叛徒。就在他走神的功夫，鬼子直接一枪打中了他。阿东赶紧跑过去救亚达。原来就算他也爱生恨想过背叛，心里还是放不下亚达。另一边，高华和阿忠终于找到黄金车厢，中村和卢旺一家都在。中村还拿枪对准了春蝉，高华气得想动手，阿忠赶紧双手持枪开火，可这么多子弹愣是没一发打中中村。还好高华反应快，趁机一斧子把中村打晕。阿忠去救春蝉、春鹏，高华则把中村引到车厢顶部，准备跟他单挑。春蝉脱困后，立马让阿忠去想办法停下火车，怕落入中村的其他陷阱。阿东为了让受伤的亚达安全逃走，想炸出一条路，可还是有人朝亚达开枪。阿东直接飞扑过去挡子弹，这一下阿东彻底没气了。亚达哭得不行，可他一个人根本打不过对面的鬼子，只能先抛下阿东的尸体跑路。阿忠在驾驶室附近跟一个大块头打起来，可他那小胳膊小腿根本不是对手。高华跟中村单挑也不好过，虽然他拼尽全力，可年纪大了，实在没法快速拿下中村。还好关键时候遇到了隧道，中村没反应过来，头顶跟隧道顶部疯狂摩擦，最后直接成了地中海。高华笑到不行，中村却气炸了，使出全力想一刀砍死高华。结果高华不走寻常路，突然高高跃起，掏出一颗手雷塞进他嘴里，中村当场就没了。附近的高华也受了点波及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爆炸被蒙特当成了信号弹，直接带着手下展开连环轰炸。还好高华身手好，躲进了车厢里。阿忠这边也用了点小聪明，成功打败大块头，停下了火车。火车一停，高华就带着春蝉跑路，卢旺紧随其后想开枪打死他。春鹏和阿忠这对小情侣跟在后面，可阿忠走岔了路，碰巧看到了亚达的尸体，他悲痛交加，当场乱枪打死追击的鬼子。亚达临死前终于跟阿忠说了自己的心意。高华为了能顺利逃脱，先把春蝉藏起来，准备一个人跟卢旺对决。卢旺为了打压他，故意说春蝉是自愿嫁给自己的。春蝉忍不了，立马跳出来反驳，说卢旺当年骗他高华死了，自己才嫁的。高华决定跟卢旺公平对决，最后化身神枪手，一枪打中了卢旺的肩膀。显然高华没想要他的命，可春鹏不知道，还以为高华杀了自己老爸，当场捡起手枪，一枪打中了高华的心脏。春蝉哭得撕心裂肺，春鹏也懵了。卢旺趁机抢过手枪想补刀，结果春蝉猛地冲过去，替高华挡住了子弹。就这样，春蝉靠在高华怀里没了气。临死前他告诉春鹏，高华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春鹏当场崩溃。高华把春鹏托付给阿忠后也咽了气。转眼过了很多年，春鹏和阿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还带着女儿经常去祭拜春蝉和高华。那些鬼子搜刮来的黄金全被他们埋在了俩人的坟墓里。做错事的卢旺被送去农场改造，一偷懒就被蒙特收拾。蒙特也终于知道了他爹临死前的真相，原来他爹只是想告诉高华自己的蛋蛋特别痛。至此影片才算结束。这部胆大抢金团槽点确实不少，剧情逻辑偶尔在线偶尔掉线，特效场景看着也不太真实，房商结界手撕鬼子这些设定妥妥的抗日神剧套路。但不得不说，
他把热血和搞笑融合得很到位。高华吐槽蒙特塔迪遗言那段，中村被蹭成地中海那段，我真的笑到肚子痛。而阿东为雅达挡枪，春蝉和高华生死相依的剧情，又能让人鼻子一酸。它不是那种需要带脑子细品的电影，更像是一部解压爽片，适合工作累了想放松的时候看，不用琢磨逻辑，跟着主角团的节奏笑，跟着感情线的起伏感慨，图个乐子就够了。而且影片里的情感很真挚，不管是高华对小弟们的守护，还是阿东对雅达的执念，都能让人感受到一点温暖，这也是他难得的优点。泰国盗匪棚抗日抢金，还掺着四角恋、绅士迷，元素多到离谱，越看越上头。从高华吐槽蒙特塔迪的遗言，到中村被隧道蹭成地中海，全程无厘头笑点。阿东为雅达挡枪的决绝，春蝉和高华生死不离的深情，阿忠和春鹏跨越身份的相守，感情线虽乱但足够动人。老高想说，要是你喜欢轻松搞笑又带点热血的片子，这部真的可以搜索原片看看。记得收藏、点赞、订阅数字美食频道，后续老高还会给大伙唠更多有意思的电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